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盘点杨洋出道以来参演的10部剧，你看过几部？一《红楼梦》，美术与摄影表现出了极高的水平，可以说是历代改编中最出色的之一。然而，不幸的是，在这部作品中，导演的思维和演员的情感表达显得毫无逻辑，完全破坏了整体的连贯性。因此，令人遗憾的是，美术组和摄影组的努力和创意被白白浪费了。当然，照搬原著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前后两个作者的风格差异。前80回在原著的基础上仍然能够勉强观看，但后40回则完全失去了原作的魅力。二我的人间烟火，杨洋在扮演职业剧偶像时，仍然保持着他的热情和专注。虽然他的外形实际上相当不错，但如果稍微放松一些就更好了。每次男女主角相遇时，特写镜头和慢镜头对视的使用过于频繁，有点过油。这部剧成为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影视文化需求与落后的影视文化作品之间矛盾的典型案例。三微微一笑很倾城，假如论及何以笙箫默中的小何以琛，他是我内心深处的明月光辉，而在微微一笑很倾城中的肖奈，则如同一颗朱砂痣。剧情引人入胜，演员们的容貌亦令人赞叹。虽然有时我对女主角的某些小动作并不太喜欢，但这些可以忽略不计。总体而言，该剧十分出色，与电影版相比，剧版要更加精彩纷呈。四特战荣耀，虽然剧情的承接有些粗糙，但整体制作还是相当精良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8个人在关押10天的那段，每个角色都有了自己的发展轨迹。尽管缺乏明确的感情线索，前几集的剧情可能有些夸张，但第1集和毒贩的枪战以及第4集的对决场景非常出色，让人紧张刺激。对于杨洋来说，也许可以稍微减轻他的负担，但他在扮演军人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五你是我的荣耀，这部偶像剧非常值得观看，男女主角的角色塑造生动鲜明，感情发展自然流畅，主演们的演技都处在舒适区，特别要提及杨洋的出色表现。迪丽热巴曾成功扮演2个大明星的角色，尽管我更喜欢高雯那种性格，但乔晶晶的理性特质也很令人满意。如果粉丝们追逐的偶像就是这样的形象，应该都会感到非常开心。六全职高手，游戏特效表现出色，一些演员的气质与角色相得益彰。然而，剧情设置的节奏略显奇怪，存在诸多不必要的尴尬情节，有点无关痛痒。这部剧最令人匪夷所思之处在于，几乎每一集都有人作弊或使用手段，好像只有主角不使用手段才能永远无敌。这部剧离谱之处在于，在比赛时甚至少一个人都可以开始。七且试天下，该剧以乾隆时期的清朝为背景，生动展现了一个变幻莫测的江湖和朝堂。然而，男女主角的塑造不够立体，剧情构思和表现显得有些牵强。他们没有展现出令人感受到智慧和冷静的一面。建议在今后的宣传中保持低调，降低观众的期望，以免产生过高的失望。八旋风少女第1季。七百草这个角色在剧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展现出了一种坚毅不拔、勤奋刻苦的精神，持续地追求自己在武道上的梦想。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女孩像百草一样，为了自己的目标而不懈努力。我认为，无论是在学习还是生活中，我们都应该向她学习。九终极征服，在危机时刻，杨洋的早期作品中的角色念生毅然接受了一项困难重重的情报任务，并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抵御外寇的队伍。作为江湖侠士，念生在与日军进行殊死较量的过程中展现了无所畏惧、义薄云天的豪情。一时盗墓笔记，吴邪等人作为老九门世家的成员，他们在与神秘势力的智斗和勇斗中，不仅获得了胜利，还踏上了崭新的探险之旅。这部作品也可以看作是老九门的续篇。虽然特效略显粗糙，但角色的选择非常符合我对小说的想象，剧情有所改动却并未影响观赏体验。尽管军艺校草杨洋参演的10部剧在整体评分上并不出众，但每一部都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